台湾本地的电视台，它的政治节目里边80%我感觉是赤化。中央电视台海峡两岸节目基本上一样的，时事和新闻基本上都是假。我这个年龄男人，包括本频道一多半的内容就是时政评论，我一看呀，除了他妈的那几个深绿名嘴，全是红的，包括新闻。美伊战争的这种全他妈共产党的版本，等于是从中宣部拿的统一版本，讲的跟凤凰卫视和中央电视台4频道一样。这个问题很严重啊！如果电视在公然宣布这样的假新闻，我不知道赖清德你在干什么啊？你在维护自由吗？你在维护民主吗？我操！当年你知道蒋介石怎么被毛泽东给干倒了的吗？今天呢，就跟大家从一个特殊的角度来回顾一下台湾之行。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很多台湾的教友未必了解台湾，因为住在那儿时间长了，浸淫在那个环境里面去了。而外国的教友呢，又不去。我们家2个小老外去台湾，特别好玩。我给加拿大的朋友们讲，给他们乐的，从来没有从过这个角度看过世界。这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说，也是一种领悟。无论台湾人还是大陆人，从来没有通过这个角度考虑过人生。2个小老外，完全没有社会阅历的人，讲中文不能读中文，遑论繁体字，完全不认识。第一次到中华文化圈，到了台北，第一反应晕人。我他妈长这么大，听过晕车，听过晕船，听过晕机，我第一次见晕人的。尤其我儿子真晕人，我操！因为没有见过那么多人。大家知道，在台北的街头啊，他从机场一下来，当时就进入半休克状态。哎呀，那个人我操，就像战场啊，拿着大太刀冲过来的那个人群一样，哗冲过来，那个红绿灯一换，台湾叫机车，咱们叫电动摩托，呜就过来，跟骑兵一样，哇过来。我操，这个2个老外当时就晕人了。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多人，我说长这么大真没见过这么多人。回到温哥华之后，我们忽然感觉温哥华的街怎么这么空荡啊？草坪上面怎么他妈的一个人都没有啊？足球场那么大的上面没有人呢，这什么情况啊？这就是2种文明、2种文化的迥然不同。亚洲，尤其是中国、日本、韩国、东北亚地区，咱们不讲印度啊，印度不算亚洲，就是东北亚地区，这个人口密度啊，确实是厉害，尤其是国际大都会，哎呦，那个人口密度是远远是欧美完全想象不到的。台湾有点像国内的2线城市，街道很旧，不能这么讲。咱们站在月球看地球，国内的1线城市也有旧的社区，只有一个城市全新的，就是雄安。但是你看有人吗？雄安是一个沙盘，是个乐高，只要是有人住的城市，它就会旧。城市建筑40年的寿命，只要是中国种的人盖的楼，能住40年。你别信的那个70年扯鸡巴蛋啊！40年以后，这个楼就到处都是毛病了。台湾叫发达国家，中国叫发展中国家，它的发展程度差着30年，所以台湾的城市看起来要比中国大陆旧是正常的。这并不是中国大陆有优势，而是你有劣势，你后发的。咱们话撂在这儿，不要过30年，你再过10年，看看你城市旧不旧。大基建已经停下来了，20年以内你就全部都是老旧化了。到时候你能不能够保持在现在的台湾或者日本的这种状态，都是一个很大的问号。考验你的地方是很多的，不要因为有后发优势而觉得沾沾自喜，一定要保持清醒。广东就是例子，没错，是这样的啊。像现在深圳就已经有一些楼盘出现脆化了。改革开放早期，深圳、东莞地区的第一批商业楼盘，现在就出现这个问题，拆不了，回迁搬迁，已经不是房地产牛市了，没有开发商愿意揽这样的活，旧城改造已经做不下去了，你怎么办？而且台北本身它也有新区，你比如说101信义那边，它就很新，非常新，高楼大厦，跟上海、跟北京都是一样的。去那个什么那个星光三月那边，就是王府井，它就旧。别看台湾旧，在台湾生活的很舒服自在，这是实话啊。第二个就是姐弟俩秒变文盲，我跟妈妈没有感觉，因为我们是中国人，看到的所有中国的招牌，第一反应那个招牌不是画，第一反应的都是招牌背后的信息，比如说理发呀、凤梨酥啊、牛肉面呀，你也不会想这几个字儿。后来我就发现小老外是完全不认识的。2姐弟在街上走的时候，
开始意淫啊，望着满街的热热闹闹、五花八门、琳琅满目的招牌，自己不认识也着急呀，在那儿拉屎攥拳头按使劲啊，不认识啊，猜又猜不出来，还他妈繁体的，没有英文怎么办？姐俩在那商量，下次咱们还是跟爸爸妈妈去韩国 Korea 人都讲英语，俩人在那意淫呢。这俩人从来没有去过 Korea， 都是听那个 K-pop 讲英语、唱英语，他们就以为 Korea 的英语很好。下次就不来这个地方了，去 Korea。我说你爹我是真的去过韩国，是真在韩国大街小巷深度游过的。爸爸可以很负责的告诉你们俩，我们到了韩国之后，我们4个都变成文盲了。他妈的韩国人路标连汉语拼音都没有，全是那个眼文。我操，那韩国人老可恶了，真的是一点招没有，除了在首尔，在那种发达地区啊，我开车去乡村、去农场买橘子，那这连比划带猜的都是文盲。老王回家了，思密达。对啊，韩国体验程度不如日本，没错。韩国这个国家在英文化上还不如中国。你记住我的结论啊，台湾是第一，中国和日本差不多，在英文普及率上，甚至还不如中国。因为中国改革开放20年，英文教育深入人心，中国的小学、初中都是学英文的，而且中国人的英文发音还不错，比日本人强。韩国弱于中日，因为我是真的是深度游，韩国不行了。对，去日本你的感受好，因为日本人用汉字，七七八八能猜个差不离。韩国人把汉字给淘汰个球的了。第3个，我跟你们讲，就是台湾的早餐。我说过了嘛，咸豆花是把我震慑了，我连着吃了2天咸豆花。我儿子呢，那是小笼包迷啊，早上起来点那个永和豆浆的小笼包，然后问那个老板这一轮小笼包多少钱，老板就很认真的告诉他多少台币。给了他一个点菜单，因为一般永和豆浆都不用点的，都是用嘴讲的。一看我们外地来的，人就给你一个点单的，又是中文。我儿子就问我哪个是小笼包，我说这个是小笼包。后边他看那个新台币，哎，50，迅速换算成加元，2块。我儿子那天大概能多吃了3倍吧。加拿大他吃1笼，在台湾吃3笼，为什么呢？他就是一边吃一边问啊，这才2个刀，再来，就是物价早餐，然后就是茶。台湾的酒店里标配的那个袋泡茶、挂杯茶，水平都远远超过加拿大。美国就更不用说了，因为美国的华人就更少嘛。台湾本地的那些乌龙茶，无论是偏绿口的还是偏红口的，都是非常好的。你一口喝下去就知道没有香精。大家知道我为什么不喝金骏眉？一口下去，我觉得我在喝一口味精。中国大陆几乎所有的茶，商业茶都是放化学香精炒制，为了提升口感。而台湾的那个一口下去，感觉好多了。我不敢说完全没有，我是喝不出来，而且回甘非常好，以至于小老外迷上了喝茶。我们家那2个小老外以前是不喝茶的，咖啡也不喝，这年纪小嘛，他们只喝 bubble tea， 就是奶茶，在日本餐厅里边点抹茶喝。我儿子我闺女2个人喝了一口洞顶乌龙，感慨说这个比抹茶好喝呀。我说这个2个山炮，我说抹茶都已经在中国淘汰了1000年了。宋代中国是擂茶的，是喝抹茶的，宋朝以后不喝抹茶了，我们都是喝这种泡出来的茶，因为我们已经会做茶，会把茶的茶香给它萃取出来，不用再喝猫茶了啊。那2个货啊，开始我的好，结果回来的时候带回来了好多的台湾茶。金门高粱喝了吗？金门高粱是真好，在此感谢台湾教友，很多台湾教友给我准备了金门高粱，但是无奈我们拿的那个限额满了，4个人的行李能带的酒就那么多，所以呢，我全带回来的是金门高粱，送给我台产 whisky 的、红酒的都谢绝了，只要金门高粱。台南的石教友送给我2瓶，一瓶11年的，一瓶13年的，我回来就打开了，真香啊，唇齿留香，一点那个他妈化学品都没有。昨天没舍得开11年，我把13年的开了。洞顶乌龙在大陆超市卖12块钱一瓶，台湾进口的，你不敢保证它真，这是中国大陆的问题。前天我在台湾直播讲，你要用最坏的标准去揣摩中国电商的这个诚信。接着说，第3条就是不会走人行道。台北街头大城市嘛，它一般都是骑楼，楼下边是人行道，车道和人行道之间呢是停车的位置。那
小老外们自然就走人行道嘛，他们保持着在加拿大和美国走路的做派，我是爹，我操，我是王。在中国大陆或者在台湾人行道上不看来往的自行车，你的下场就是被撞飞嘛，很简单嘛。我们在中国大陆长大的，自然有这个概念，就是人和车之间要互相礼让。哎，就是你看着他，他得看着你，互相离老远，判断一下对方的走势，一般是靠右，错过对方。在台湾呢，老百姓开那个摩托，就是机车啊，还都在机动车上道上走，他倒跟步行的行人没关系。但是啊，在人行道上走什么？走那个叫共享单车，都是电的，没声音的。共享单车是自行车啊，也挺快的，都在人行道上走。我操，出溜窜。刚去的老外没见过这阵势啊，就在旁边横跳啊。关键是他也没这个意识，也一玩嗨了，一吃嗨了。那就开始他乱走了，他在人行横道上他乱走，他不看。妈妈后边的呵斥声就一直在不绝于耳，小心小心，看着点，后边有车了，靠边喊了2-3天吧，到第4、5天学会了，还好没有出什么危险。你看着点，靠边，来车了，这是亚洲。不到5分钟又得意忘形了，靠边就喊。非常有意思。台湾没电动车，所以满街汽油味。哎呀，这个差不多啊。那别装了，亚洲大城市的空气，你不要告诉我北京空气好啊，都差不多。咱们不说谁好谁不好，这不存在好不好的问题啊，因为这是居住密度造成的。你把加拿大人压缩100倍密度啊，那也可能出现同样的问题了。再有一个不适应或者新鲜好玩的地方，就是台湾的电视节目啊，严重的庸俗化和自媒体化。因为台湾是个自由的国家，是个人都可以办媒体，没有党禁没有报禁，就是你想办媒体只要不赔钱你就干。所以出现了一个电视节目自媒体化的状态。大家知道中文的自媒体有多乱，傻逼、神棍、弱智、摇棍在自媒体上蓬勃发展。哎，不怕你造谣，就怕你造的不邪乎。共匪油管上也好多啊，所谓拿了统战经费的，自媒体嘛。台湾的电视节目变成这样了，哎呀，我觉得门槛很低啊。总结下来这么几个规律啊，第一呢，就是他妈的不断的重复，说的都是他妈一样的话，而且特别的话痨，废话极多。无论是政论的还是生活的，怎么全是废话？能不能搂干的加快点节奏啊？不行，在这扯呀！我不知道谁在看，那他妈节奏得慢成什么样了？加拿大节奏够慢的了，我就赶紧换台。完了，下一台还是这样。那些偶像剧太他妈丑了，这一代台湾年轻人，帅哥去哪儿了？美女去哪儿了？台湾当年我们年轻时候那偶像都一个帅一个的，小虎队多帅呀！少女组合那个年代啊，那个大小 S 多漂亮，18、19岁的时候，你搁现在那偶像剧，我去你妈，从哪个村弄来了吗？村花和村草在那演偶像剧的，就是这样啊。电视台嘴碎，再有一个就是全他妈老了。除了那个村花和村草演的偶像剧有那么几个年轻人，所有的综艺节目，我年轻的时候看的那些主持人，现在还在主持，哥们儿都已经当爹了。我操，已经退休了，这帮老帮菜还在主持。我说，哎，这哥们我怎么看着那么眼熟啊？我老婆也说，哎，这我们怎么看着那么眼熟啊？不会那是那个谁谁谁吧？仔细一看，真的是谁谁谁，我操，真的是谁谁，那脸上那褶子，哎呦，还拿着个话筒，穿着花花绿绿的在那儿，他也跳不动了呀，节奏也跟不上了呀，但是他不退休啊，说太老了。台湾明星全他妈老了，都霸占在这个综艺节目上，没法看啊！全是那个年代，就是康熙来了那个年代的一线主持人们，现在还是一线主持人。有一个男的在各地带着大家游玩，我一看一做饭的，我说这个是詹姆士吧？我操，一看真的是詹姆士啊！我操，大哥詹姆士，你还在做饭吗？我没钱的时候骑自行车在北京上班的时候，詹姆士你就在教大家做饭。大哥，你能不能够点意思给年轻人让位呀？我操，吴宗宪，哎呦那身肉啊，都跳不动了。我说这是吴宗宪吗？我老婆说可不。哎呀，仔细看还真是我。我说这不是刘晓庆那个时代的吗？哎，我真没夸张啊，刘晓庆同一时代的人。庆姐在中国演艺圈都是奇葩了，
台湾全是情节。哎呀，林志玲算是年轻一代，这就是台湾综艺节目的现状。我一点不客气，咱们本频道主打一个真实，有啥说啥。你这么搞，社会死气沉沉，没有年轻人，你们怎么想的？台湾电视台的这些老板们、幕后的金主们，你们是他妈脑子进水了吗？还是被驴踢了？能不能让年轻人上来，让帮老帮菜下去啊？我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啊！今天有一些人，有一些所谓的高手，在我推上点化我说，因为台湾这个社会已经不再进化了，不再进步了，只有在冉冉上升的社会才会诞生年轻的明星，一旦封闭，它就不再诞生年轻的明星了。它听起来蛮有道理。但是我们加拿大和美国、韩国，它都不是冉冉上升的社会啊。那韩国的新明星怎么每年都有啊？还是你这个产业化不对呀？这个思路。张雨生同一个时代的人都还活跃着呢，是这样。真的是新人没有机会，被这帮老帮菜压着。我还没老，我的偶像都老了。再有一个就是红，我看了看时事节目、政论节目。我这个年龄男人，包括我本身本频道一多半的内容就是时政评论。我一看呀，弟兄们，我除了他妈的那几个深绿名嘴，全是红的，包括新闻，包括美伊战争的这种，全他妈共产党的版本，等于是国台办从中宣部拿的统一版本，讲的跟凤凰卫视和中央电视台4频道一样。这个问题很严重啊！如果电视在公然宣布这样的假新闻，我不知道赖清德你在干什么啊？你在维护自由吗？你在维护民主吗？我操！当年你知道蒋介石怎么被毛泽东给干倒了的吗？美国当年面对共产党威胁的时候，为什么出现了60年代的那种极端反共，叫杜威极端反共，就是因为你不极端反共，不极端抓他们。好莱坞当时抓了很多人啊，好多是共产党地下党给抓走了。你们看看里根回忆录就知道了。共产党的宣传对于一个社会的年轻人和知识分子的渗透是世界第一流。我是曾经的共产党，比你们更了解共产党的运作模式。如果在这方面不警醒起来，台湾的年轻人会被共产党洗脑。现在没有被共产党洗脑，是因为有个台独的议题。一旦台独议题疲态，小草这些人所谓的寻找独立思想的第三方，年轻的一定会赤化。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他们现在还没有赤化，是因为有一个傻逼国民党在前面表演，都一个一个跑到大陆去。年轻人觉得我操，这太恶心了。一旦这波国民党老化之后，电视节目如果是这样的宣传的话，只是个时间问题，非常可怕的。润物细无声，没错。台湾本地的电视台，它的政治节目里边80%，我感觉是赤化。中央电视台海峡两岸节目基本上一样的，所以呢，时事和新闻基本上都是假。王志安不也在感慨吗？英国有个自由世界新闻的可信度排行榜，台湾的3个电视台，三立啊，什么民视啊，就是那3个电视台排倒数前3名，就是可信度啊，还不如这边的一些小报的可信度高，就是这个问题。我们接着聊台湾小老外的颠覆，就是台湾社会没力气不对，老王，台湾也有报复社会的，没有啊，真的没有力气，从上到下。从他妈的高到低说话非常平和，那种平和是发自内心的平和，很像加拿大，难能可贵，因为人口密度很高啊。台湾岛弹丸之地啊，2000多万人，你可不要以为那么大。台湾岛中间都是山，山上没办法住人，只有山底下的这个沿海靠大陆的这一条可以住人。跟加拿大一样，1000多万平方公里没鸡巴屌用，只有美加边境这一条200公里能住人，再往北完犊子了，全是冻土或者大山。所以呢，台湾这么点地方住了这么多人，人一多，你挤我挤你就容易产生戾气。但是你看台湾没有戾气，真的很难得呀。我们不讲政治制度，我们讲一个玄学，就是台湾的街面上，包括乡村啊，是3步1宫5步1庙，寺庙特别多，你不要小看这个东西。有寺庙就没戾气，冤魂野鬼有供养之处。任何一个社会都有怨气、怨鬼，死不瞑目的人都是有的。如果没有这么大密度的宫庙，他的怨灵无法投胎，也无法安息。它会危害人间，会感染生灵，就是感染活人。3步1宫5步1庙，我一点不夸张，绝对是比派出所的密度高。
甚至可以跟 7-Eleven 的密度有一拼。路边有那种特小的庙，屋檐底下的那种小庙算比 7-Eleven 多，你就能理解了，真的是有影响的。当你出门左拐右拐，这边是妈祖庙，那边是关帝庙，那是城隍庙，你内心深处就会产生一种和谐，产生一种敬畏，心有所依。这个世界还有一些底线在，这种感觉会影响每一个人的脑电波。中国大陆如果哪天它下去了，迟早有一天会回到台湾和过去一样，过去中国大陆也那样的，日本现在也那样。你看看日本光地藏庙有多少，广东也是很多庙，所以广东的戾气稍微好一点，一定要恢复到那种满村满县都是庙。那个时候共产党的话叫牛鬼蛇神多啊，但是呢整个社会的戾气是有消融机制的。如果将来共产党的管制一旦松懈，在乡村在里弄发展公庙事业，就是盖庙，是非常非常有前途的。这个东西是能挣钱的，当然这个钱挣菩萨你得吐出去，得有回馈，不能像科屁似的放到你老婆名下买楼去了，没住呢没交楼，那不行啊，算你贪污啊，你得按着程序来。公庙你请来高僧大德住持，香火就起来了，可以说是天地人三合局的事业，未来一定会的。什么东西都有了之后，精神领域的发展一定会的。共产党现在在压制，因为共产党怕这个东西起来，但是这个是个方向。广东福建都比较有信仰，别鸡巴装逼，那是共产党革命的时候最后一波没割着你们。你以为我们山河四省没有信仰吗？山河四省的和尚都被迫还俗了，也有宗祠。你不要以为只有广东潮州人有宗祠啊，多鸡巴新鲜！你以为我们家没有宗祠吗？没了，哪儿去了？哎呀，革命啊，推倒了，平坟运动。你说你们南方人都不信，北方人被共产党给怎么弄？祖坟全部平掉，扩展阅读，平坟运动，河南省你就知道了。我们的祖坟就是2-3代人，因为平坟运动之前的祖坟都没了。再有一个台湾的变化，我感觉的跟我们家小孩没关系，就是他妈不退休。从出租车司机，他们叫计程车运将，一个比一个老。我这么大的出租车司机都是他妈的年轻一代，全是我爸那个岁数了还开呢，吓死我了，他反应就慢了。不光是综艺电视台的主持人，包括我约了几个台湾教友做企业的，都是老家伙。我是上古神灯，他们是恐龙神灯。在中国大陆企业家里边说说我的岁数，像张雪这一代的中国企业家，我可以在那摆摆老资格。哎，你看我的岁数啊，在你们里边至少不是偏小的吧？台湾不是哦，台湾的企业过来的都是老白毛啊，甚至都没毛了，不退休。企业家不退休这是好事，说明这个企业它能传承下去，能干2代3代人。企业家全是年轻人啊，他可不是好事。他跟电视台综艺不一样，综艺就是要因为年轻嘛，摇滚嘛，企业要沉稳。那企业家没有老的，50岁以上的企业家都没了，说明都怕被革了命了，不是抓了就是跑了，要不就是润了。这就是一个国家经济悲哀的地方。为什么中国大陆的人均 GDP 赶不上台湾，一点希望都没有，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财富传承不到50岁以下去，企业家到了50岁以上，你看胖东来嘛，60了，分了吧，就得分了。李东来的儿子毫无疑问是无法接班的，这个就是我们和台湾的区别，我们老不了，他们退不了。再有一个就是我老婆享受了台湾的街头早餐以后终于受不了了，因为我们家的小老外有一个是坚决不吃中国早餐，小笼包也不吃，在永和豆浆点三明治的人是不多的。我们家的女小老外在永和豆浆点三明治，而且呢点 cheese 三明治。老板呢就是基本上就是为了他要专门做一套 cheese 三明治。永和豆浆有 cheese 三明治，但是神经病才点嘛。我们家就有个专门吃的，然后最后就是到了台南，住台南的酒店包早餐，咱不出去吃了，酒店早餐多。我们住的台南的长荣酒店，这一路上都是住长荣或者长荣系列的。咱们中国大陆经常能见到，但是在老外眼里没见过的。那个酒店一般般，4星不到5星，很老，30-40年的老酒店。但是那个早餐我一点不夸张，得有300-400种，早餐有300-400种花样。日本、
韩国、中国的各地，还有西餐，几百种早餐，从6点半开始，一直干到10点半。台南啊，老头老太太一到周末，哎呀，全在那吃早餐，我操，都没有位置。我们家倒无所谓，因为老头老太太起得早，6点半老头老太太就开始在那吃早餐。等我们8点半去的时候，基本上又换了一轮了。哎呦我天，300、400种早餐，各种各样，琳琅满目啊！2个小老外在这吃了一轮又一轮，吃完了之后都动不了了。这是第1天的状态。第2天啊，觉得自己他妈的吃相太难看了，这是他妈没钱呀，还是他妈没见过呀？不能这样啊！第2天呢，就开始收敛着点吃。到第3天，我们家这2个小老外在300、400样早餐面前，就只吃那么1、2样，完全收敛了，趋同进化。你跟我儿子就只吃温体牛肉汤，他一顿早餐吃大概得3碗温体牛肉汤，他再拿点别的。我们家那女老外呢，基本上就是意大利肉酱面。哎，台南有人意大利肉酱面还挺好的，做的还挺地道的。今天就是对比一下台湾和大陆。台湾有句话叫最美的风景是人，至少我的感觉来说确实是这样，给我们全家的感觉都是非常温暖。虽然这个岛很狭小，而人密度很大，有点晕人，但是没有戾气，人都是非常的平和。年轻人完全没有香港年轻人的问题。我跟你讲，香港和台湾我都住过，香港年轻人有大问题，戾气相当重，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欺负他们了。我向你们证明，不完全是这样。在中国共产党欺负他们之前，香港的年轻人对中国大陆同胞并不友善，有极强的优越感和嫌弃感，这个是能够感觉的。因为你在香港讲中文和讲英文所得到的年轻人的态度是完全不同的，而这一点在台湾并不存在，讲中文讲英文都是一样的。我们家去台北101买那个电梯票，上到那上面的观景台，最高的观景台特别小，那个很贵，要加钱的。我说我要那个，卖票的小姑娘使劲浑身解数劝我说，你别买那个，就买普罗大众这个票是最好的。说大哥你上去啊，就高那么一点点，没有区别，我向你保证没有区别，而且环境呢还不如下边这个地方，既有吃的又有喝的，还有小朋友的游乐区，因为它大嘛，下边这个，那上面你多花了钱，你这个钱很不值，你们4口人不要花这个钱，弄得我呀，我他妈要是说我就要这个高的，你简直就是什么好心全当驴肝肺，狗咬吕洞宾，你不识好人心，我就不得不降一级。我心里想，其实你大哥我差这俩钱儿，但是你也不能这么说呀。你说好不好？谢谢。我们就到了这个大众区，确实很好，吃的也很好，里边还有糖葫芦。我儿子我闺女在里边吃冰激凌，看日落，度过了美好的一天。在台北101，他们就是这样热情，非常淳朴单纯。台北101那个地方的男女的都化着精美的妆容，穿着很好的衣服，看起来呢非常的漂亮。因为那个地方是很大，街道也很宽，很时尚，很摩登。到了原来的那些星光三月那种也是很高端的地方，但是呢就比较接地气了，老百姓有不化妆的了，或者比较潦草的就有了。但是台北101没有，他不是说你没钱，他不是说我没钱，他就是为你着想，就是他把你当亲哥哥了。我亲妹妹在那儿干这个事儿，然后告诉哥别上，没意思，多花钱真的没区别，而且你体验感并不好啊。他就这样一个心态，他不是台北人冷漠，不冷漠，就没有冷漠的，非常好啊。台北人跟台南人有啥区别？没啥区别。那台北人压力会大一点，笑容比台南人少。台南人的闲汉多呀，高高兴兴在街上扯淡的，就是台南人有点像成都人，台北人像上海或者北京，压力会大一点，但是都很热情。台湾行10分能打几分？10分打9.5分吧，剩下0.5分防止他们骄傲啊。作为东亚那么点资源，大家懂吧？东亚哪有资源啊？人那么多，能治理到这种程度，你还说啥呀？民主制度到上限了，没有更好的了，别挑了，你还要啥自行车啊？再见啊，再见，记得点赞、关注、小铃铛。